如果你喜欢的是 KTM 790 ADV 或者说雅马哈 T700这样的车型，但是目前呢技术上或者说更重要的经济能力上还够不上，那么现在春风有了这么一辆入门级的硬派 ADV 450MT。开始看车子前呢，先说下最近我们 App 的全国车友溜车打卡点和线路库已经要上线了。以后在当地或者去外地不知道去哪溜车，就可以在我们机车圈 App 查看。同时呢，现在可以参加我们的分享骑行打卡摩旅经历的活动，获得小礼品一份。白嫖礼品的方式我可告诉你们了。我们今天的450MT 拍摄车辆呢，是从杭州裕兴机车借的工程样车。那这里呢，也感谢一下裕兴对我们的车辆支持。好，450MT 呢，它现在是一共有2个颜色版本，一个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的叫春风蓝，还有一个是几何灰的颜色版本。那购车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高位挡泥还是低位挡泥，像这个就是高挡泥，以及带不带3厢。但是目前这辆车的价格到现在都是还没有公布的。预计这个车的价格呢，这几天就会公布。那么小伙伴们可以在我们机车圈 App 这个视频评论区中预测下价格，最接近官方售价的，我们将私信送出钛齿卡包加贴纸一份。外观整体呢，这辆车因为排量在这里，所以看上去车子是没有那种撞的感觉，有点传说中的细狗啊。如果看低档泥版本，这个车的外轮廓会和 T700还有凯越的800X 比较像。车头样子是这种分段式的，像是800MT 那个脸缩窄而来。那450MT 是怎样一台 ADV 呢？我们已经拍过不少 ADV 了，大体上可以分成2个方向，稳重派、野性派，其实就是重摩旅还是偏越野。像水鸟 800MT 还有金鹏502呢，都是稳重重摩旅这一类的，特点是大分档，坐姿舒适，适合走长途跑摩旅。而 T700、790 ADV、胡斯瓦纳901还有凯越的800X，它们呢就是偏越野的，为的是不走寻常路。特点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，就是前21后18的真空辐条轮，高离地间隙，长减震行程，还有车重控制比较好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把450MT 去归一下，它其实就是这么一台偏野性、偏越野的这么一辆 ADV。注意，这里是偏。还有呢，再加上它的排量在这里，所以定位就比较入门。那我们看一下它采用的是前21后18寸的正新品牌的辐条真空全地形胎，具体呢是前90、90 21寸，后轮140、70 18寸。而一般跑公路的 ADV 呢，要么是前17后17，要么是前19后17。减震行程前后都是200毫米的，这个行程呢不算特别长，但是比跑公路的 ADV 呢已经长不少了。像我们可以拿它自家的800MT 去对比，800MT 的前减震行程呢是160，后减震行程是150。品牌呢前面是 KYB 直径41毫米的倒置减震，后减震 KYB 的中置多连杆减震。原厂减震设定是偏硬的，不过它减震是可调，前减震是全可调，后减震呢是预载跟回弹可调。再来看它离地间隙呢是220毫米，这个呢也是在硬派 ADV 和公路 ADV 之间的一个数据啊。然后我们顺带说一下，这辆车呢原厂是不带大撑的，如果要有大撑的话，需要自己去购买配件。再来说重量方面，这辆车整备质量是185公斤，其实这个重量对于它这个排量来说呢，不算是一个有优势数据，只能说和其他同类别的差不多。不过呢，扶起来包括操控起来还是比较轻盈的一个感觉。那其他一些这辆车子上偏越野的设计呢，包括这个水箱前面有水箱护网，走飞铺装的时候呢能保护水箱，还有发动机下护板，以及前面的护手塑料的。然后这个后视镜就比较特别了，它是能这么折的一般的后视镜呢就是在这里调微调就好了，它两边呢都是可以这么折起来的，这样呢在走林道或者窄路的时候能避免被树枝或者其他东西干扰。好了，来看一下其他一些细节。灯光部分全车 LED， 日行灯把上下近光灯和远光灯隔开，转向灯独立在左右两边，尾灯为倒 U 型。挡风的面积是比较小的，像这种玩越野跑烂路的车呢，挡风一般都是做的比较小的，因为要站立骑行的时候会有前后怼的动作。那它的调节呢，一只手就可以了，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第一。
仪表是 TFT 屏，这套 UI 我个人觉得设计上是比较不错的，包括美观度、信息的清晰度。这个呢是一种显示样式，然后看一下另一种。左边的 Enter 呢能进入菜单，可以看到可以单独关闭后轮的 ABS， 也能打开关闭 TC， 在越野路面的可玩性会更高些。ABS 的开关呢还可以通过左手把内侧这个按键，下面呢还可以看到有开关升档的提醒。然后这个仪表呢也是支持和手机连接的。仪表上面这里有个支架，这个可以加装导航或者加上运动相机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是有个充电接口，18瓦的 USB 和 Type C。手把按键和450平台其他几款车型上的一样，我们依旧从前到后看一下。最前面是超车灯、远近光灯集成的按键，然后菜单键、转向灯开关、喇叭按键。右手把呢为启动熄火按键，双闪开关。左右的离合拉杆、刹车拉杆开度可调。我们继续往后啊，这个油箱的容积呢是17.5升加95的油，然后这两边其实已经不属于油箱的范围了，它在这里这么设计呢，可以给腿部一些挡风的保护。然后来看后面的坐垫，这个是一体式的，然后设计上呢，这里是有灰色、粉色的一些设计。要讲的是，它跟 T7版那种比较平的坐垫不一样的是，它在这里做了往下凹，然后这里偏硬核的 ADV 都有个特点啊，就是在这块会做的比较的窄，这就是为了你控车的时候前后移动。然后坐高方面呢，这辆车现在的标准坐高是820啊，通过下面的一个调节动一下啊，这辆车可以变成800的坐高。如果呢你跟我一样腿比较长、个子比较高啊，也可以选择870的坐高，那个就是换一个加厚的坐垫。车尾呢，这个行李架450MT 这辆车呢是有3箱好选的，不过我觉得这辆车啊还是加边包会更合适些。往下看后平叉铝合金一体式的，然后脚踏这里这个软垫我们没有带来，它原厂是带软垫的。一般在越野骑行的时候呢，就用这个锯齿状的，这个可以增加跟鞋底的摩擦力。然后公路骑行的时候呢，就把软垫安上去，这样子防震，踩起来也舒服点。然后我们来看动力，发动机这块大家比较熟悉啊，这个发动机已经用在春风450跑车、街车还有巡航上，现在终于放在这个 ADV 上了。具体呢是一台水冷直列双缸 DOHC 的发动机，排量449.5 cc， 最大功率32.5千瓦，在8500转，折合马力44匹，最大扭矩44牛米，在6250转。结构上呢，采用了270度曲轴，是这个排量段唯一一个270度曲轴的平台啊。发动机的设定取向呢，在这台 ADV 车型上做了重新调教。现在这个马力基图谱是把 450MT、CLC 这两个车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到 450MT 的出力特性和 CLC 是比较接近的，偏中段输出，而 450S2 呢是很明显的跑车高转动力输出。车架这部分呢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，从这一块的设计也能看出它跟自家60MT、800MT 的不同。我们来看这块是主车架，然后下面这块呢用螺栓固定，所以构成一个双摇篮车架的一个形式。这样的一个设计呢，能增强这块的一个纵向刚性。什么是纵向刚性呢？就是车架设计它一般会有纵向刚性，就是我这里提到纵向刚性，还有横向刚性，还有扭转的刚性。那么一般偏硬核的 ADV 就会注重这种纵向刚性的设计，因为要大飞大跳、跑飞不窗。而跑车的设计呢，则会更加注重横向刚性，还有扭转刚性，因为会涉及到压弯的动作比较多啊。那它为什么这里是用螺栓固定下面的呢？这个呢，就是如果你下面这部分车架损坏了，就可以方便更换。然后后面副车架它是一个主副车架分离的形式编织的。刹车部分呢，前刹车是对向4活塞西护的卡钳，搭配320毫米的单碟盘；后刹车为西护的单活塞卡钳，搭配240毫米的刹车盘，标配博世的 ABS 和 TC。那么前面有讲到 ABS 是可以单独关后轮的， TC 也可以打开关闭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车之后双脚着地性。这辆车现在坐高是820，我身高175，体重120斤不到。然后左右双脚着地性是前脚掌着地，骑行3脚，看一下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辆车。450MT 呢是一台偏硬核的 ADV， 跟国产其他几辆，比如说500G 的3剑客、无极 DS525、凯越的525X，还有贝纳利金鹏502比呢，这辆车更适合跑烂路，适合一些刚入门的想要玩穿越应对非铺装的车友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就听一下这辆车的排气声浪。